现在跟着远方老师走。有2个啊？对，这个是无意中刚刚发现的。无意中发现那上面有瀑布，前面那个瀑布有人家吗？有。也有。比那个还好看一点，要大一点。还要大一点。他说这样上去。那上去啊。那行吧。我刚才上来就觉得这个坡好陡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贵州这些坡。这次回去啊，那个技术练得杠杠的。去过西藏的就太小儿科了，去西藏完全是靠运气，就是只要不塌方落石就好了。你看这个路才真是险呀，而且这中间没有任何会车的地方。如果出现这种，要么往上面倒，要么就往下面退了，很麻烦的。哦，瀑布就在前面，也是这个悬崖下面有人家，还修了一点吊脚楼啊，就一边在悬崖上边。这个没变。这以前的老房子，哇，这里面就是后面就是石头哦，就这个悬崖边上，就前面有这个墙，后面全是这个悬崖的那个石壁。啊，这边其实已经是悬崖了，你看这个树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们想来看这个瀑布啊。哦，你们这个好啊，是在户外做饭呢哈。啊。这个空气也太好了。啊，空气好。啊。然后这下面就是悬崖了哈。哦，这样搭着。哦，这已经都是悬崖了。你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啦？我都30多年了，31年了。30多年啦。人家是老的噻就。哦，生活在这里最久的生活了多少年啦？我来到了都20-30年了。就其他的有没有更早的？有，而且大城头跟所儿头。哦，那边是更久的。你这个是做的豆花是吧？是。哇，做的好好哦。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先做的，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面看别人做。我这边生活的更久了哈。哦，这个瀑布，哇，这里面空气好好啊。你看，就生活在这个石洞里面。这边在干活，做什么啊？哦，这里面你看老房子，现在是没有人住了，这是灶台。是的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们是在那边修什么东西是吧？在那边。啊。搬东西。搬东西。哦，这下面有石头掉下去了。这个水好清澈。我们路过这里就来看看你们这里。可以啊。开抖音了。你们知道他们这个住了多少年了吗？住这房子的？住了应该是100多年了吧？100多年。应该接近200年了。接近200年啊！就住这个木房子的。哇。因为上一代我们小的都是80多岁了嘛。
哦，80多岁了。哎，就是我婆也都80多岁才死了嘛。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可以跟他们到。哇，太热情了，谢谢你们。俺们都还可以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以前住的屋啊。你看到一个行吗？这里面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哈。哦。老床啊，老式的床。对，老古董街就是。这上面是熏黑了，还是它本来就是这么黑了？熏黑了。他原来。那个厨房里面烧火嘛。哦，腌制。住在里面会不会有那种不透气的感觉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就住在这里面。可能几十年都没有。几十年都可以了。我们都是40多岁了。啊。我老妈老子都是80多岁了。哦。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婆哈。祖祖那些啊。哎，他们都是80多岁才走的。哦，等于说这里都住了快200年了哈。哦。住的最多的几代人有没有6代人啊？不了。不止啊。我们现在已经有孙辈了吧？啊，就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就在这里面生长的。爷爷的爷爷都在这里面。就在这里面生长的。那就100多年了。应该接近200年了。接近200年了，哇！就你们吃的这个水也是山泉水哈。那山上的泉水，那上面有那个水池。你们那个山泉水好大呀，就形成瀑布了。啊，这里空气太好了。这些比城里面空气好得多。再不来，你后头就没机会来了嘛。为什么？就这个会拆掉了吗？现在是嘛，他拆了搞旅游去了，现在。哦，现在要把你们这个拆了，要搞旅游去啊？他征收了嘛。征收你们？那你们自己想不想搬呀？到底？肯定不想搬嘛。这里空气太好了哈。那我想搬嘛，你要赔点钱，如果房子买不到。哦，赔了钱还买不了房子啊？肯定嘛。那赔了钱买不了房子，就是说你不想搬的会怎么办呀？不搬他要喊你搬了嘛。哦，要搬。他过来喊你搬嘞，要不成你。那你搬走了，就是怎么生活啊？怎么种庄稼、种田呢？那这些种东西干没有种了吗？还不要自己去。就每个月要给你们那个费用吗？给屁！他要赔你我钱，他又不给你了嘛。就赔了房子的钱。哎。但是生活费肯定要呀。管你个屁哦！真的是。那你们如果住到城里面，要种庄稼，要吃，要重新去打工啊？我就自己出去打工。不过要是真的搞旅游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呀。现在只有3户了，现在只有3户。原来我那闹热得很。以前最多的是多少户人啊？原来这个7到7户哟。7户人啊？这是属于山洞吗？山洞哈。他很热情哎。这里面开发旅游其实也是挺好的呀。就是哎呀。但是开发旅游就是做贡献了你们。游客来了，你们还有就是说还可以在上面做农家乐吗？经营吗？他不允许。这是以前的快楼，插筷子的，这个是竹子。哦，这个是自己建的，这个竹子建的哦，有多少年了？这个是砧板，就菜板。菜板这个树，哎，这个树我还发现2个圈的，第一次看见2个圈，一般树都是一个一个呀。那这个是风车，就是把那个稻谷放在里面就搅，然后米跟那个糠是分开的。然后还有这个磨子，他们这里生活了快200年了。200年了这么久了？啊。哦。7代人，好几十个人啊。很了不起啊。最那个7户人，最多的时候是7户人。哦。你看，他们底下这些是那个什么竹子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个房子是用那个竹子做的，哇。反正呢，我们往上面看黑不溜秋的，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啊。你们住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以前有没有去凿开它，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？本来就是这个。本来就是这种石岩哈，就是原生成就这样。原生态的也是。原生态的啊。原生态这样就不会垮啊。如果自己去凿开的话，就容易掉石头。现在没有。现在该把几天就要搬家了，好稳。几天就要搬啦？ 7号。
7号就开始搬家了。 7号就搬走了。 7号就喊我们搬走了嘛。他们就是说给你们分房，分的是几间屋啊？不是分了赔钱给你，你自己去想办法。赔钱自己去买哦，那他赔了多少钱给你们这里？赔了钱嘛，你像我就自己点儿哈，啊？我就是这2间屋台赔了嘛10多万。 10几万哦2间屋，那在就是这一空了。这一排。哎，就在这一空。这2间屋哦。 就赔了10几万，然后没有其他的生活费了，费用那些没有，也不是这样子。那10几万在镇上买不了房吧？肯定买不了，你就搞按揭都不得行。就是说赔了10几万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但是你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要是干农活就不方便了。肯定不方便嘛，就是说，你看，包括这东边一住之后以后，你来砍的话就不方便了。对，就是说你们如果赔了10几万，还允不允许你们在附近来修房子，可不可以？好像是在这附近也不许，在这个范围内哈就不行，你要到半边去修可以。 半边去修，你又没得地方，又没有土地了。哎，没土地又不恰当的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有点怪，他应该是说，房子给你们赔了，应该土地也会征收才对呀。就是嘛，征收是搞牛转。啊。他是给我们牛转都是占得到的地方，他来牛转。哦，就是说他山里占不到的，他又不给你搞牛转。就是说修路的时候占了你们的地才赔，没占就不赔。哎，对。但是又不能在你们就是种地的周围去修房子。修房子那都允许啊，但是你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。那到开发的范围内就。那以后干活不就更远啦？就是嘛。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们只能去打工了。是吗？干农活就太远了，然后住的这个地方也没有了。哦，就是。我们来旅游啊，其实。 到这种地方就想看到原住民，就是说跟当地的人交流。如果真的是开发成旅游的话，全是一些新的人，就像去逛超市那种啊，什么都是新的员工啊，在这里打理，就没有那种感觉了。肯定是。其实这种是最好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可以优先权在这里做买卖。 然后想种地，想做点小生意，做小生意，这样最好。有生存了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生存，就是说愿意打工，愿意留在这里种庄稼也可以的。就是这样会好一点吧。他们这里现在装修好了，通了电，通了网络，取水啊，各方面很方便。现在空气也好了。 但是呢，现在是属于要被搬迁了。说实话，如果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，几代人就生活在这里，我是不愿意搬走的，因为真的10几万来说，真的是，挺少的。然后离种的庄稼又特别远，人都有一种就家乡情怀啊，就家乡情怀。虽然说就算我一样在城里了有了房子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老家还在那里。 如果被搬迁了，就是说很近的地方可以修房子，或者说有钱人到城里买房子也是可以的。像现在他们这种情况，就是说搬走了，还是维持生活的话，还是有一点困难。毕竟种庄稼太远了，然后赔的钱也买不了房子。这里空气太好了，冬暖夏凉。虽然说它这种老屋不值钱啊，但是住在这里真的是好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。 今天来很开心啊，能看到这里原住民还有这些原生态的。7号搬走了，刚好赶上他们这里的人一起聚一餐，对，一起聚一下餐，然后就是一家来做饭，然后别人就邻居来帮忙，然后他们今天就他们几家人在一起吃啊。那我们以后来旅游的话，就看不到这些原住民了哈。他可能就改造了，他可能改造了。以后改造了，也看不到你们了哈。来就要买门票了。 那就要买门票了。7号你们就全部搬走了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全部7号就必须得全部搬走。我说我们现在来的刚刚好。对，我们还来得好。对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啊，开吃了。我啥情况？这个下雨会淋到雨吗？这个做饭这个位置啊？淋不到。淋不到啊？淋不到。哦，这个石头很宽。淋不到。你们下午就要开始搬走了哈？搬家了。 你现在你把整个面貌拍过下来，2年以后你再来看嘛，绝对是面貌变了噻。哦，2年以后这里要开宾馆了。他要种的啊，全部种的来，重新开发，开发哦。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人住就要开始就是搬迁了吗？那他修结了，不准他装修嘛。
哦，不准他装修了，让搬走。哎，还没建好的不。这个还没建好嘛。就才修的新房子就不能装修住人呐？对。本来要装修的啊，新本来房子。要装修，哎，你看嘛，就这里。你看，本来装修可以自己做农家乐赚钱的哈。自己做农家乐不答应嘛？不答应哦。哦，那这个房子要赔多少钱一平啊？哇，装就装那么好了，也才1300啊？还有10呀。这个应该不止吧1300另外有装修费，应该有另外有。装修1400啊？就是另外有装修费应该有。有，这些东西都是另外的。哦，另外有。找贴了地板有另外算，装了这个窗啊门这全部要另外算。哦，就是说地板要算钱，那个窗。哎，这个都是另外算，门都是另外算的。那你们现在搬走了就没法干农活了吗？就太远了，庄稼太远了。哎，就是这样嘛。那到城里只能重新选择打工了哟。哎。你们有没有不想搬走的？他们就不想搬走嘛，就在里面吃饭了的小姐不想搬走嘛。他不想搬走。哎，他们就不想搬走。搬东西要搬好久啊！你们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用品全部要搬走啊？那你们就是在镇上买了新房子了？买了新房子了？什么新房子？租的。租的房子啊？哦，就是说他给你们钱，你们存起来，然后租了房，还是？存起来他妈哪点钱？就是说买一小缸都买不到。就是说买不了房，现在是租房子啊。是的。那要等他们把那个土地的钱赔了，就可以买房子了。买不起哈。就土地加那个房子，就赔的钱应该就能买到了呀。买不到。这边城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啊？5000、6000？要不到，最贵的3000多。3000多啊？4000多也有。那100平要30多万呢。毛坯子是哦，毛坯子才40多万有些呀。有些地方条件好，人家贵点。40多万，那你们就房子加土地20多万，那也确实不够。按揭。按揭都恼火。你按揭你还要生存呢。还要生活、装修，小孩子上学。哎，对。嗯。不过搬了也好嘛，小孩子上学方便嘛，就为了后代搬嘛。就是，还是有好处。搬了就开心的搬，这里旅游景区变漂亮了，也是你们做的贡献，都会想着你们的。嗯，又要接着搬了哈，你搬完了吗？这是几家人的东西是吧？这是他一家人。一家都那么多。搬了也吹了还。我确实啊，一辈子的东西啊。哦，这个要把它拆了。拆了好搬哈。就你也是住这里嘛？啊，对，我是住那边的。但是你们7号就要搬走了，你们就以后不在这里住了，你们是属于一种开心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开心，都开心。搬新房子了就会开心了。年轻人搬家就是开心。搬家还是挺累的，要搬那么多。以后来这边就再也感受不到这种感觉了，原生态的。以后来这里呀，就变成旅游区了。现在还有原住民，今天运气特别好。
你看这一户人条件好，修的新房子。你看，还有这个露台，这个露台太舒服了。你看这个绿化面积，任何别墅都赶不上哦。刚刚跟这里的村民啊了解到啊，就是这里有钱的呢，他是不愿意搬走的。这里家境条件差的孩子要上学的，他愿意搬走，因为还是能拿10多万嘛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只有钱的，说实话，在这里住着确实不愿意搬走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像刚刚装的那个新房子那一家自己把家里面装得很好，空气又好，然后车呢就能开到那前面一点点，几步路就回来了。城里有房，老家的房子也很漂亮，也有地，空气又特别好，确实这样搬了还是有点舍不得。他们搬了好多东西啦，这一车要搬好多车啊！他们是7号之前全部要搬完。你看这一车，洗衣机、电风扇，还有厨房的，还有这些盆子、这些碗、盘子。你看那边也有个食盐。他们还在上面拍，我先下来了，下来遛狗。半斤，哎呦，你要往哪里走？你要往哪里走？你也想去看瀑布吗？啊？半斤知道我们刚开始走过那上面那条路的。我现在要回镇上了，镇上离这里很近，先去镇上找个酒店，先把今天的作业交了。